中国已经没有核心产业支撑了，只能靠借钱续命。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，道出了当前中国经济最真实的写照。看着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大家都在谈论所谓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，仿佛印几万亿就能解决问题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怕的真相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陷入一个没有产业支撑，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的绝望循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且听我给大家算几笔触目惊心的账。2025年，中国政府准备花多少钱？40万亿，但政府的收入只有可怜的20万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政府要花的每一块钱里，就有一半是借来的。10万亿地方债，11万亿国债，这21万亿的债务规模，足以让任何一个清醒的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令人胆寒的是，中国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支撑经济的核心产业了。房地产正在崩塌，外贸萎缩不断，制造业利润微薄。就连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除了喊喊海南自贸港和人工智能这样的口号，连个像样的支柱产业都说不出来了。这就像一个曾经辉煌的巨人，现在却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永远也还不完的债务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个巨人还打算用更多的债务来延续生命。要知道，中国现在的政府负债率已经飙升到 330%， 距离破产边缘的日本 380% 只差一步之遥。而美国通过通胀化债，已经把这个比例降到了 25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每生产100块钱的 GDP 就背着330块钱的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要想达到2008年4万亿那样的刺激效果，专家估计至少要印40万亿，带动400万亿的信用货币增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要把现在的货币量整整翻一番。而且当年那次4万亿，可是把中国经济推上了一个泡沫的顶峰，债务率从 150% 飙升到 270%。这次再来一次，那就离经济崩溃不远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印出来的钱到底能去哪里？银行存款确实在激增，但这些钱都死死趴在银行里，根本不敢出来投资和消费。为什么？因为实体经济已经没有赚钱的门路了，大家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，也不敢去投资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房地产市场，更不敢去投资那些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实体企业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11月，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7.8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实体经济已经连续2年吃不饱了。企业不赚钱，自然就不敢借钱投资。你这印再多的钱，企业都不敢借，老百姓也不敢花，最后不过是像个无底洞一样，把好好的真金白银变成了一堆废纸。看看现在的银行信贷数据就知道了。今年1季度新增贷款6090亿，到了2季度呢，基本就没放什么贷款了，能还的都在还贷。银行坐拥大把流动性，却找不到愿意借钱的优质企业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而更让人担忧的是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持续下降。截至2024年11月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跌破 3.3 万亿美元。要知道，在2014年巅峰时期，这个数字可是将近4万亿美元。钱都去哪儿了？都被那些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资本带出去了。怎么看这种局面都不像是印钱就能解决的问题。这就像一个企业主业不赚钱了，靠借新还旧度日，这种企业会有什么下场？破产清算。那一个国家要是这样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恐怕连想都不敢想。更严重的是，这波印钱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，
而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存问题。我给大家算个更吓人的账，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处于低收入状态？浙江大学最新研究显示，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人口竟然占到总人口的65%，也就是说，有9亿人生活在温饱线上。这哪是什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？这分明是一场惨烈的全民返贫运动。而且这个数据还是保守的，那些每月到手4、5千，但要还房贷车贷，最后剩不到3000的人，算不算低收入？当然算。如果把这些人也算进去，恐怕低收入人口比例会更加触目惊心。看看这些年中产阶级的财富是怎么蒸发的。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%，现在房价暴跌，一大批中产阶级瞬间变成了负资产。企业裁员降薪已经成为常态，连政府部门和国企都开始紧缩了。前几天，某省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已经开始打8折发放，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再看看最新的消费数据，北京作为首都，1至11月零售额居然同比下降2.8%，连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都撑不住了，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。法拍房激增，年轻人连结婚的勇气都没有了，躺平成为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。政府也知道问题严重，使出浑身解数想刺激消费，发购物券、搞补贴，以旧换新，但效果呢？就像给垂死病人打强心针，能撑一时，撑不了一世。因为根本问题在于老百姓兜里真的没钱了。最讽刺的是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在喊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，但具体措施呢？钱都投向了什么新生产力？宁可给制造业发补贴，也不愿意真金白银的给老百姓发钱。这不是因小失大吗？现在可怕的是，中国经济正陷入通货紧缩的死亡漩涡。价格普遍下跌，不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，而是因为大家都没钱买东西了。企业不赚钱就裁员降薪，百姓更没钱消费，企业就更不赚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除了吃的，现在什么东西不再打折？但再便宜也没人买，因为大家都在存钱防灾。最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局面在日本已经上演过一次。但人家日本好歹等到人均 GDP 达到4万美元才开始衰退，而中国才1万多美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这就像一个人，别人是吃饱了才开始节食，中国是还没吃饱就被迫开始挨饿。再来看看北大的林毅夫当年是怎么说的。2015年时，他信誓旦旦地预测中国2025年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按他的理论，中国从1978年人均190美元起步，到1998年达到820美元，再到现在的上中等收入水平，一路都是线性上升。但现实给了这种乐观预测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经济全面放缓，高端商场都在关门，商铺空置率创历史新高，互联网大厂裁员，房企破产，工厂倒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。城中村的打工人纷纷返乡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无差别伤人事件层出不穷，这哪是什么内循环，分明是在内卷化。中国领导人倒是想换个思路，从2020年就开始大力发展新3件电动车、车用电池、太阳能板，想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来替代房地产和内需。结果呢？一味靠价格战抢占国外市场，换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贸易制裁，这条路也走不通了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每当公布点真实数据的专家都会突然消音。国投证券的高善文说，2021至2023年 GDP 增速每年被高估3个百分点，结果发布会被腰斩。东北证券的傅鹏分析中产阶级正在崩塌，也被封杀。
现在的政府部门就像鸵鸟一样，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以为不说就没事了。最讽刺的是，现在各级政府还在喊着消费升级、内需复苏的口号，殊不知老百姓的钱包早就被之前的房贷、车贷、教育支出给掏空了。现在年轻人流行月光，不是因为他们奢侈，而是工资刚够，还完各种贷款，连存款的能力都没有了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住户存款在激增，2023年新增存款创下历史新高。但大家想想，这些存款都是谁的？还不是那些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者的钱。他们把钱死死地锁在银行里，一分钱都不敢投资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多糟糕。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以前说中国老百姓爱储蓄，但你看看现在呢？很多家庭的存款只够维持3至6个月的生活，一旦失业就会立刻陷入困境。房贷就像一座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法拍房源激增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中国各地法院天天在拍卖房产，但无人问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房价还会继续跌。过去那些支撑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，现在都趴窝了。房地产占 GDP 的 16%， 加上基建投资能占到 24%。但现在这2个产业都成了经济包袱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，很多城市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还拿什么钱去搞基建？而最令人绝望的是政府的应对措施。2025年准备搞 4% 的赤字率，要发超长期特别国债，还要降准降息。但这些钱到底会流向哪里？还是那些僵尸企业和烂尾项目？说白了，就是用更多的债务去填补旧的债务窟窿，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而是在制造更大的泡沫。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，医生不去治病，而是一个劲的给他打强心针。看起来心跳是强了，但器官已经在加速衰竭。等到有一天心脏真的承受不住了，那就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全面崩溃。